明天別緊張，一切有我，我給你準備了驚喜。婉婉，你還笑呢？明天都要結婚了，有些東西你還沒談清楚。什麼沒談清楚？彩禮、婚房、婚禮流程都定好了。你太天真了，婚前男人什麼都答應，婚後就不一定了。你現在不把條件寫死，以後被他家拿捏了，哭都沒地方哭。秦月不是那種人，他這3年對我挺好的。对你好，男人追你的时候谁不會好？真正的愛是願不願意給你保障。你看看，這些姐妹都是前車之鑑，婚前心軟，婚後一輩子後悔。可是婚禮明天就開始了，現在再提條件會不會太難看？就是因為明天結婚才是最後機會，男人在婚禮現場最怕丟臉，只要他真愛你，他肯定會簽。秦月已經出了婚房首付和裝修，彩禮也是28萬8，他爸媽對我也挺客氣的。客氣有什麼用？房本寫你一個人名字了嗎？工資卡說上交了嗎？他媽以後會不會搬來住說清楚了嗎？我都替你準備好了，彩禮加到88萬8，圖個吉利。婚房單獨寫你名字，秦月工資卡婚後上交，婆婆不能長期同居，如果離婚，房子歸你。這太狠了吧！狠？女人不狠，地位不穩。婉婉，我是你閨蜜，我能害你嗎？以後我護着你。他要是真愛你，簽個協議怎麼了？明天婚禮前讓他當眾簽，男人只有被逼一次，才知道你不好拿捏。婉婉，時間快到了，司儀那邊在催。怎麼了？秦月，我想在上台前把一些事說清楚。什麼事？這是什麼？婚前協議，我只是想要一點安全感。一點？宋茜，是你教他的。秦月，你別一有問題就怪女人閨蜜，婉婉只是終於清醒了。你要是真愛她，簽了不就行了？今天是婚禮，雙方父母親戚朋友都在外面，你們現在臨時拿出這個是想跟我談，還是想逼我？逼你？秦月，你別把自己說的這麼委屈。婉婉跟你3年，青春都給你了，你現在連一點保障都不肯給。這3年，我給他母親墊過手術費，他失業的時候，我幫他交過房租和社保，婚房首付和裝修，我一個人承擔。彩禮和婚禮，我也沒有讓他家出1分錢。你說我不給保障？那都是你自願的，男人花錢追老婆，不是應該的嗎？你也是這麼想的？秦月，我不是不記得你的好，可宋茜說的也沒錯，女人結婚後要是沒有保障，就會被婆家看不起。房子寫我名字，工資卡上交，只是讓我安心。如果我不簽呢？不簽就是不愛，男人嘴上說愛你，真到錢上就露餡兒。秦月，你要是真愛我，就簽。叶婉，你確定要在今天談這個？我確定。好，那我們出去，當着所有人說清楚。小月，婉婉，這是怎麼了？吉時快到了，別耽誤婚禮。阿姨，您先別催，婉婉只是想在結婚前要個保障，您不會連這個都不願意給吧？保障？我們不是都談好了嗎？彩禮、婚房、婚禮一樣沒少。阿姨，嘴上談好不算，房本不寫婉婉一個人的名，她怎麼安心？工資卡不上交，她怎麼知道秦月婚後會不會藏私房錢？還有，婚後婆婆最好不要長期住一起，這也是為了減少矛盾。姑娘，婚姻不是買賣，两個人過日子要互相商量，不是臨到婚禮了突然加條件。阿姨，您這話就不對了，女人一輩子就結1次婚，婉婉要保障，怎麼到您嘴裡就成買賣了？
還是說您一開始就想着讓她嫁進來吃虧？秦月，我只是想讓你證明你愛我，難道這也錯了嗎？你要我證明爱你，那這3年我做的那些事算什么？我知道你對我好，可好不能只停在嘴上。宋茜說，男人婚前不捨得給，婚後更不會給。所以你信他，不信我？秦月，你別偷換概念。婉婉跟你3年，今天只是想要一份協議，你要是真心娶她，就簽；如果不簽，那只能說明你從一開始就防着她。全是心虛啊！就是啊。婉婉，阿姨一直把你當女兒看，小月为了這場婚禮準備了很久。你要是真有想法，咱們私下慢慢談，別在今天這樣，好不好？阿姨，您別道德綁架。什麼叫今天這樣？是不是只有把婉婉哄上台正領了，您才滿意？宋茜，夠了！怎麼，我說到你心虛了？葉婉，我最後問你一次，這份協議你現在收回去，婚禮繼續，我當今天什麼都沒發生。別慫。秦月，你不簽就是不愛我。啊，秦月，你幹什麼？你說我不簽就是不愛你，那就當我不愛了。你什麼意思？意思是這婚不結了。秦月，你嚇唬誰呢？婚禮現場這麼多人，你說不結就不結，你讓婉婉以後怎麼做人？她以後怎麼做人，不該由我負責，我只負責讓我父母今天不再繼續被你們羞辱。秦月，你是不是瘋了？我只是要個安全感，你至於退婚嗎？安全感，彩禮臨時加到88萬8，房子單獨寫你名字，工資卡上交，我媽不能長期同住，離婚房子歸你。葉婉，你要的不是安全感，你要的是我當眾低頭。我沒有。你有，而且你剛才已經選，我給你最後一次機會，你看向宋茜，你沒有選我。婚禮取消，所有賓客禮金登記後原路退回，今天所有婚慶費用由我承擔。抱歉，讓大家白跑一趟。後台賬單發給我，該付的一分不少。好的，秦先生。秦月，你別鬧了，這麼多人看着呢。你先簽了，其他事我們回頭再說，好不好？你覺得我是在鬧？你以前都會哄我的，每次我們吵架都是你先低頭。今天是我們的婚禮，你怎麼能這樣？以前我低頭是因為我珍惜你，不是因為我沒有底線。你信閨蜜一句毒雞湯，就否定我3年真心。葉婉，我累了。秦月，你今天敢退婚，明天全網都會知道你是個給不起彩禮的渣男。那你可以試試。小月，媽沒事，就是委屈你了。媽，是我讓你受委屈了。秦月，你真的要走？你走了，我們就真的完了。葉婉，玩的不是今天，是你每一次聽宋茜的話試探我，每一次把我的退縮當軟弱的時候。今天只是我終於說出口。我只是怕以後吃虧。你怕吃虧，所以讓我媽當眾難堪，所以讓我在所有親友面前被逼簽協議，所以你把婚姻變成一場談判。葉婉，真正吃虧的人不是你。別怕，他就是裝硬氣，男人都這樣，最多半小時，他肯定會來求你。葉小姐，秦先生剛通知我們，婚禮取消，婚房交付也暫停。他真的走了，秦月真的走了。慌什麼？男人最會裝硬氣。婚禮現場這麼多人，他要是不回來，丟的是他的臉。可他剛才說婚禮取消，他說這婚不結了。氣話而已，你跟他3年，他捨得說不要就不要？婉婉，你聽我的，現在千萬別低頭，你一低頭，
以後這輩子都要被他拿捏。可是我刚才是不是太過分了？阿姨脸色很难看，你又心软了？婆婆现在难看，总比你婚後难看强。女人就是要在婚前把規矩立起。你今天要是退了，婚後工資卡、房本、婆媳關係，你一樣都拿不住。叶小姐，秦先生那邊已經確認婚禮取消，禮金原路退還，婚慶費用他承擔。另外，他讓我們轉告您，婚房交付暫停。婚房暫停？他憑什麼暫停婚房？你看我說什麼来着？男人一露真面目，就開始拿房子威脅你了。我要去找他，婚房不能停，婚禮也不能就這麼算了。你現在去找他就是認輸，他就是故意晾你，你越急，他越覺得你離不開他。可我本來就要嫁給他，現在所有人都知道婚禮取消了，我怎麼辦？你別忘了，你才是今天被退婚的人。只要你把姿態擺出来，讓大家知道你只是要安全感，他秦月就是那個不負責任的男人，輿論站在你這邊，他自然會回來求你。真的會嗎？當然，男人最怕名聲臭，尤其秦月這種創業公司的合夥人，他更怕。婉婉，機會來了！今天這事兒熱度很大，我已經剪了幾個片段。你婚禮當天被退婚，哭得這麼慘，只要發出去，肯定有很多姐妹共情。你要發視頻？當然。你現在不能沉默，沉默就是默認自己錯了。可是秦月會不會更生氣？你還管他生不生氣？他都當場退婚了。婉婉，你要讓他知道，你不是没人撐腰。別拍我，我現在太狼狽了。狼狽才真實，你越真實，網友越心疼你。姐妹們，今天我閨蜜婚禮當天被男人當眾退婚了。他们還要鬧。葉小姐，秦總正在開會，他說如果您是來談婚房和婚約的，請去法務會議室。法務會議室？他什麼意思？你看我說什麼來着？一退婚就找法務，這種男人心裡早就算計好。秦月，你真要把事情鬧成這樣？不是我要鬧，是昨天你們把婚禮變成談判。既然談判破裂，那就按規則收尾。你少裝理性，你停婚房不就是想逼婉婉低頭嗎？婚房首付我付的，貸款我還的，裝修款我付的，家具家電也是我定的。房本目前只有我的名字，原本我準備婚後加夜晚，現在婚約取消，交付暫停，有問題嗎？你以前說那裡是我們的家。是，所以我才一邊還貸一邊裝修，所以我才沒讓你家出1分錢，所以我才想着婚後把你名字加上。但昨天你拿協議告訴我，那不是家，那是你要我當眾低頭的籌碼。我只是想要安全感。安全感可以談，你可以提前1個月，提前半年，甚至戀愛時就說清楚。但你選在婚禮當天，當着我父母、親戚、朋友的面，逼我簽一份離婚後房子歸你的協議。葉婉，你要的不是安全感，你要的是我輸。你別偷換概念，女人結婚要保障天經地義，你給不起就直說，別把婉婉說的那麼難聽。宋倩，我也準備了你的資料。你昨晚直播賣慘，說我不肯給彩禮，不肯給房子，我今天就把賬攤開。我媽手術費不是我家借的嗎？你媽怕你有壓力，讓我別說。我也覺得沒必要說，因為我以為我們以後是一家人。婉婉，別被他帶節奏，他現在拿舊章出來，就是想讓你愧疚。我沒想綁架他，我只是想把事情說清楚。婚約取消，婚禮費用我承擔，禮金退還，婚房暫停。至於這3年你們家明確借款的部分，法務會整理清單，不該要的我不要，該還的也請你們還。秦月，你真的一點餘地都不給了嗎？昨天婚禮現場，我給過最後一次餘地，你沒要。
婉婉，這段不能輸。我現在開直播，讓大家看看他怎麼用錢壓你。姐妹們，我現在就在秦月公司樓下。昨天我閨蜜只是要一份婚前保障，就被这個男人當眾退婚。今天他更過分，直接讓法務列賬單，逼我閨蜜還錢，太惡心了吧！退婚還追債，女人要安全感怎麼了？男方給不起就別結婚啊！對，有些男人啊，婚前裝深情，婚後算賬，現在還沒結婚呢，就已經開始一筆一筆算。這種男人嫁了以後，姐妹們想想有多可怕！宋茜，別播了，有些錢確實是秦月出的。你閉嘴！你現在越替他說話，網友越覺得你戀愛腦。你想讓他繼續拿捏你嗎？姐妹們，女人一定要清醒，婚前不敢談錢，婚後就只能吃虧。我這邊也整理了一套婚前保障清單，想要的姐妹可以點小黃車。秦總，他们这完全是斷章取義，要不要發律師函？律師函要發，證據也要發。證據？我本來不想把這些東西放出來，兩個人談了3年，就算散，也該留點體面。但他們既然把我父母、公司和婚禮全拖進直播裡，那我就只能讓大家看完整個事實。我馬上整理聲明。不急，先把宋茜昨晚和夜晚的聊天記錄調出來。他不是說夜晚只是想要安全感，那就讓大家看看，到底是誰教他在婚禮當天拿出來的。婉婉，爆了！我們今天直播漲了3萬粉，課程賣出去200多單。宋茜，今天直播是為了幫我，還是為了賣課？當然是幫你啊，賣課只是順便。你想想，熱度越大，秦月壓力越大，他遲早得回來求你。可他今天說我媽手術費是他出的，我一直不知道。所以呢，他出了錢就能婚禮當天退你，男人就喜歡這樣，用一點付出讓女人愧疚。你千萬別上當。秦月公開了婚禮當天完整時間線，這些聊天記錄他怎麼會有？你發給他的。你是不是背着我把聊天記錄給他了？沒有。可這些都是真的。協議是你給我的，婚禮當天拿出來，也是你讓我拿的。你說他一定不敢不簽。我是為你好。你沒有選我。秦總，評論反轉了，很多人開始質疑宋茜的情感課程，還有人扒出他以前也教過類似套路。您不開心？沒什麼好開心的。這不是打贏了一場仗，這是我3年的感情，被迫拿出來給所有人審判。聲明發完，後續交給法務。宋茜再造謠就起訴。夜晚那邊只處理債務和婚約解除，別擴大。您還替他留餘地？不是替他留，是替過去的自己留一點體面。秦月，我想跟你談談，我好像真的錯了。先把你和宋茜之間的事看清楚，再來談我們。宋茜，你告訴我一句實話，你讓我婚禮當天談條件，真的是為了我好嗎？不然呢？你現在是在懷疑我。夜晚，你別忘了，這幾年誰陪你哭，誰給你出主意，誰教你別被男人騙。可我現在真的失去秦月了。失去就失去，一個連協議都不敢簽的男人，有什麼好留戀？你清醒點，以後我們把賬號做起來，你有流量有錢，還怕沒男人？賬號？我是說我們要把主動權拿回來。你去哪兒？回家。現在不能回，我們還要開第2場直播。我要解釋聊天記錄是斷章取義。你解釋吧，我不想再當你的直播素材。計劃變了，夜晚開始不聽話了，但他婚禮退婚的視頻還能用，課程繼續賣。你不是說88萬8彩禮嗎？錢呢？急什麼？婚禮黃了也有婚禮黃了的玩法。他現在被退婚，全網熱度最高，只要把他包裝成被渣男拋棄的新娘，流量比彩禮還值錢。他這種人最好拿捏，沒主見，怕吃虧又捨不得秦月。我只要告訴他低頭就是輸，他就會繼續跟我站一起。最好拿捏，流量比彩禮還值錢。婉婉，你怎麼回來了？我最好拿捏，我婚禮黃了，流量比彩禮還值錢。你聽錯了，我是在跟合夥人吵架，我說的是氣話。那你告訴我，你讓我婚禮當天拿協議，是不是早就想拿我的事兒賣課？夜晚，你能不能別這麼幼稚？我賣課怎麼了？我有熱度才能幫你把輿論做起來，沒有我，你現在早就被秦月壓死了。
你把我做成課程封面，我这是在幫你擴大影響。你別被秦月幾張付款記錄騙了。男人就是這樣，用一點付出讓女人愧疚。可那些錢是真的，他幫我媽交手術費是真的，他給我付房租社保也是真的，你讓我婚禮當天逼他簽協議也是真的。所以呢，你現在要怪我，協議是我給你的，可話是你自己說的。你要是真不想要房子和彩禮，你當時完全可以不拿出來。夜晚，別裝無辜，你不是被我教壞的，你本來就想要這些。夜晚，你過來。這18萬是秦月出的。我以前不知道。你不知道？媽當年不告訴你是怕你有負擔，可我以為你至少知道秦月是個靠得住的人。結果你婚禮當天當着那麼多人逼人家簽協議。媽，我只是怕以後沒有保障。宋茜說女人婚前不狠，婚後一輩子受委屈。宋茜说，你跟秦月談了3年，還是跟宋茜談了3年？秦月給你媽救命錢的時候，宋茜在哪兒？你失業沒錢交房租的時候，宋茜在哪兒？你弟弟欠錢被人堵門的時候，又是誰替你們周轉？婉婉，你媽這條命是秦月拿錢救回來的，你卻聽閨蜜幾句話，把她當成了要拿捏的男人。你不是要安全感，你是把人家的真心當成了可以加價的籌碼。我想見秦月，麻煩你告訴她，我真的有話要說。葉小姐，秦總今天不見私人訪客，如果是婚約解除事宜，請您聯繫法務。我是葉婉，我是他未婚妻。葉小姐，秦總說您已經不是了。那你幫我把這個給他，就說我知道手術費的事。秦總交代過，所有私人文件一律不代收。葉小姐，請您別為難我們。你去哪兒了？我不是說了嗎？現在絕對不能低頭，誰先低頭誰輸。宋茜，他真的不要我。他在欲擒故縱，男人最會演。你再撐2天，他肯定回頭。可是他連我的東西都不收了。那就继續直播，讓他公司、投資人、合作方都知道他是怎麼拋棄你的。你越慘，他越怕。秦月，我知道錯了，我不該婚禮當天逼你，我不該讓阿姨難堪。我想見你一面，就一面。夜晚，我們之間到此為止，債務和婚約解除，法務會聯繫你，以後別再找我。玩的不是今天，是你每一次聽宋茜的話試探我，每一次把我的退燒當軟弱的時候。婚禮被退，姐妹別慌，3招讓男人回頭跪求。姐妹們，今天給大家講一個真實案例。一個女孩婚禮當天被男人退婚，看似輸了，其實這是最好的翻盤機會。男人當眾退你，不代表他不愛你，他是在試探你的底線。這時候千萬不能低頭，要讓他知道你不是隨便能被丟掉的人。第一步，控訴他的不負責；第二步，讓親友下場施壓；第三步，利用輿論讓他主動回來道歉。我已經把完整模板放進課程裡，想學的姐妹可以點下方鏈接。倩姐太清醒了。宋茜，你什么意思？为什麼拿我的婚禮當課程案例？你小聲點兒。這不是為了幫你嗎？幫我？你把我哭的視頻做封面，把我被退婚的事做成課程，你還說什麼3招讓男人回頭跪求？秦月已經說到此為止了，你知道嗎？所以才要做熱度啊！你現在不把輿論做起來，他就真的走了。婉婉，你能不能有點腦子？我不是那個意思，我是說你太容易心軟。秦月給你發一句到此為止，你就崩了。那以後你結婚怎麼管得住男人？我現在不想管住男人，我只想知道你從一開始是不是就在利用我。夜晚，你別不識好歹，沒有我，你連婚前協議都不敢提。你難道不想要房子，不想要彩禮，不想要秦月工資卡？你敢說你一點都沒動心？所以我只是你的素材。別把自己說的那麼可憐，你本來就需要我教。你如果靠自己，早就被秦月家吃得死死的。秦月家沒有吃我，是我在婚禮當天逼他們。你現在還替他說話？夜晚，你就是典型戀愛腦。男人給你花點錢，你就覺得他真愛你。
你有沒有想過，他花那些錢就是為了以後讓你愧疚，讓你不敢提條件？宋茜，你嘴裡沒有愛，只有拿捏；沒有付出，只有算計。你是不是從來沒想過，我和秦月是真的要結婚？結婚？你以為結婚是什麼童話嗎？婚姻就是利益，誰先心軟誰就輸。你現在輸，是因為你還惦記秦月那點可笑的真心。夜晚退婚事件全套素材吧。你什么时候拍的这些？你哭的时候，你给秦月打電話的時候，你說自己後悔的時候。素材這種東西，當然要趁情緒最真的時候拍。你把我當什麼？一個很有傳播價值的案例。婚禮退婚、豪門彩禮、閨蜜制造女性安全感，這些關鍵詞湊在一起，流量會爆。你別這麼看我，你也不是完全沒好處。只要熱度起來，秦月壓力大了，說不定真會回來找你。你明知道他不會了，那又怎麼樣？他不回來，你就是被辜負的新娘；他回來，你就是拿捏成功的學員。橫豎我都有內容，這些東西刪掉。你瘋了！這是我這幾天最大的流量來源，這是我的隱私。你直播的時候怎麼不說隱私？你想讓網友替你罵秦月的時候怎麼不說隱私？夜晚是你自己站到鏡頭前的，所以我現在要停，你停不了。課程已經賣出去了，視頻已經剪好，你現在想撤就是砸我的盤子。你的盤子是建立在毀掉我婚姻上的。別裝了，秦月退婚不是我逼她退的，協議是你遞的，那句不簽就是不愛我是你說的。夜晚，你不能婚沒了就把鍋全甩給我。你說的對，我有錯，所以我會去向秦月道歉，也會把你叫我做的事一件件說清楚。你敢！夜晚，你想清楚，你要是拆我的台，你自己也洗不白，網友會知道是你主動拿協議逼婚，秦薇也不會原諒你。我知道，我不求他原諒，我只是不想再繼續錯下去。你以為你現在裝清醒有用？秦月不會回頭，你媽會罵你，網友也會罵你，你什麼都沒有了。那也是我該承擔的。好，既然你要當清醒人，那你就自己承擔。別忘了，你在直播裡說過的話，我這裡都有。我能捧你，也能讓你徹底身敗名裂。宋茜，你不是閨蜜。夜晚要反水，把他所有哭訴視頻都發出去，我要讓他知道，離開我，他什麼都不是。夜晚，你過來。這18萬是秦月出的，我以前不知道。你不知道？當年不告訴你是怕你有負擔，可我以為你至少知道秦月是個靠得住的人。結果你婚禮當天當着那麼多人逼人家簽協議。媽，我只是怕以後沒有保障。宋茜說，女人婚前不狠，婚後一輩子受委屈。宋茜說，你跟秦月談了3年，還是跟宋茜談了3年？秦月給你媽救命錢的時候，宋茜在哪兒？你失業沒錢交房租的時候，宋茜在哪兒？你弟弟欠錢被人堵門的時候，又是誰替你們周轉？婉婉，你媽這條命是秦月拿錢救回來的，你卻聽閨蜜幾句話，把她當成了要拿捏的男人。你不是要安全感，你是把人家的真心當成了可以加價的籌碼。媽，我不是故意的。宋茜一直跟我說，男人婚前不拿捏，婚後就會變。她說秦月現在對我好是因為還沒到手。他說我必須在婚前給自己留保障。宋茜，你到底是和秦月過日子，還是和宋茜过日子？秦月為你做過多少事，你自己沒眼睛看嗎？宋茜一句話就能把他3年付出全抹了，你不是小孩子了，別人給你遞一碗毒湯，你不喝不行嗎？我當時我怕結婚後他變了，我怕他媽看不起我，我怕自己嫁過去以後沒有底氣。那你有沒有想過，秦月也怕，他怕你受委屈，所以房子他一個人扛；他怕你媽沒錢治病，所以偷偷墊錢。他怕你弟弟的事兒影響你，所以幫忙周轉。他怕你沒面子，很多事兒都不說。可你把他的體面當成了軟弱。婉婉，媽今天不是替秦月罵你，媽是心疼你。你差一點就嫁給了一個真心對你好的人，是你自己把他推走了。你來幹什麼？阿姨，我來道歉。婚禮那天是我錯了，我不該當眾逼秦月簽協議，更不該讓您難堪。道歉我聽見了，你回去吧。阿姨，我知道我沒有資格求您原諒，可是我真的想跟您說一句對不起。我以前一直以為您不喜歡我，所以宋茜說婆婆都會防着兒媳，我就信了。可我現在才知道，是我自己被人帶偏了。我以前確實說過你幾句，
但那不是不喜歡你，那是因為我覺得你太年輕了，是覺得你太容易被別人牽着走。秦月對你好，你當成理所當然。秦月父母退一步，你也覺得應該，這不是結婚過日子的樣子。阿姨，我改，我真的會改。你現在改是好事，但不是所有錯都能用一句改了補回來。婚禮前一天，秦月還在給你準備項鏈，她說你從小沒安全感，所以想在婚禮上給你一個驚喜。她還跟我說，以後你們小兩口要是吵架，讓我別插手。她說你敏感，怕你覺得婆家欺負你。你以為她沒替你想過嗎？她想了很多，婚房怎麼裝修，廚房要不要做開放式，陽台給你留花架，連你媽以後身體不好，她都想過接來同住一陣子。可你呢？你把她準備的家變成了談判桌。我不知道這些。你當然不知道，因為你一直在聽宋茜說，男人給的不夠就是不愛。可你從没靜下心看看，秦月已經給了多少。阿姨，我錯了，我真的錯了。安全感不是靠羞辱別人母親換來的，也不是靠婚禮當天逼男人低頭換來的。真正的安全感是兩個人彼此尊重。你把秦月的真心當成了籌碼，他傷透了。你怎麼來了？秦月，我是來道歉的，不是來鬧，也不是來逼你。我知道手術費的事了，也知道你為我做過很多我不知道的事，我以前真的太蠢了。你們談吧，媽出去買菜。秦月，我知道现在說什麼都晚了，可我還是想說，我真的沒有想毀掉婚禮，我只是太信宋茜了。你不是太信宋茜，你是不信我。這是婚禮驚喜，本來想在誓詞後送給你，現在用不上了。秦月，夜晚，我曾經是真的想和你過一輩子，可婚禮那天，你讓我看見你想要的不是一輩子，是贏我一次。我不是演的，秦月，我是真的後悔了。我知道我傷了你，也傷了阿姨，我不求你馬上原諒我，你再給我一次機會好不好？機會？我以後不聽宋茜的，房子我不要了，彩禮也不要了，工資卡你不用交，阿姨想來住也可以，我什麼都可以不要。夜晚，你到现在還是沒明白，問題不是你要了什麼，是你選擇在婚禮當天逼我，是你看着宋茜羞辱我媽卻沒有阻止，是我給你最後一次機會時你看向了她。你不是輸在條件太多，你輸在你從來沒真正把我當成可以信任的人。我當時糊塗，我怕自己吃虧，所以你讓我吃虧，讓我爸媽吃虧，讓所有親友看我們秦家笑話，然後你告訴我，你只是想要安全感。宋茜說，如果我不狠，以後會被欺負。他讓你羞辱我媽，你也做了；他讓你臨時加價，你也做了；他讓你直播賣慘，你也默認了。夜晚，你不是被他控制，你是願意信他。可我現在醒了。醒了是好事，但我不能因為你醒了，就假裝自己沒有被傷過。那我們真的沒有可能了嗎？沒有了。我可以接受你道歉，也可以希望你以後過得好，但我不會再娶你，因為我不知道下一次有人告訴你吃虧了，你會不會又一次把我推到對面。不會了，真的不會了。婚禮那天之前，我也以為不會。秦月，你真的一點都不愛我了嗎？愛過，所以才會痛，但愛不能抵消傷害，更不能讓我回到那場婚禮之前。我如果早點醒就好了。可惜你醒得太晚。我會把該還的錢還你，也會公開說明是我錯了，不是你對不起我。那是你的選擇，不是為了我。我知道。姐妹們，我真的很心疼。我的閨蜜已經開始自責，覺得一切都是自己的錯。這就是典型的情感操控。男人先用付出制造愧疚，再用退婚摧毀她的自尊，最後讓她主動認錯。太可怕了！男方這是精神控制吧？女人要保障有什麼錯？閨蜜快保護她，別讓她回去跪舔。宋茜，你還要利用我到什麼時候？視頻看到了吧？你現在別亂發道歉，你要是認錯，就是幫秦月洗白，我這是在救你。你是在救我，還是救你的客人？夜晚，你別被秦月洗腦了。你現在要是反水，別怪我把你那些哭訴視頻全放出去。放吧，我不怕了。我是夜晚，
婚禮當天，是我臨時拿出婚前協議，要求秦月追加彩禮、變更房產、上交工資卡。這些要求傷害了秦月，也傷害了秦母。我不能再把所有責任推給宋茜。宋茜遞給我毒雞湯，但喝下去的人是我自己。秦月曾經為我母親墊付手術費，為我家周轉，也承擔了大部分婚禮和婚房費用。我把她的真心當成了可以談判的籌碼。我錯了，我向秦月和秦母道歉，也向所有被我和宋茜直播誤導的人道歉。女人絕不能低頭。明天婚禮前讓她签，她不敢不签。倩姐，叶婉发长文了，她把聊天记录和課程截图都放出來了。她敢？对不起，您拨講的電話暫時無人接聽。看到了，你終於開始自己判斷了。宋茜，你把工作室賬目給我解釋清楚，夜晚的錢到底去哪兒了？宋茜，你給我解釋清楚，夜晚的錢到底去哪兒了？你發什麼瘋？現在直播剛被他攪黃，你還來添亂？我添亂？工作室賬上虧空30多萬，你一直說夜晚婚後會投錢進來，現在他婚都沒了，還把聊天記錄爆了，你拿什麼補？熱度還在，只要我繼續把它包裝成被渣男 PUA 後反水的戀愛腦，課程還能賣。你還想賣？他把課程後台截圖都發了，你現在就是拿閨蜜婚禮賣課的毒液堂騙子。閉嘴！沒有他這個案例，我賬號哪來的爆點？他本來就是戀愛腦，我只是幫他把男人逼出真面目。你是幫他還是吃他流量？你自己心裡清楚。他想回我，那我就讓他也別想乾淨上岸。別看了，自己做錯的認了，後面就交給時間。媽，我不能只認我自己的錯。宋茜還在騙人，她把我的事做成課，肯定還會去教別人。如果還有人像我一樣聽了她的話，毀掉一段感情怎麼辦？你現在知道疼了？知道了，就是因為疼，我才不能裝作沒看見。婚禮當天最適合談條件，他不簽你就哭，男人怕丟臉，一定會低頭。你拿到房本和彩禮後，記得投我工作室，姐妹一起發財。這哪是閨蜜，這是把你往火坑裡推，還想收你過路費。媽，我以前真蠢。蠢不可怕，怕的是蠢了還不肯醒。倩姐，現在風向不對，要不要先停2天？停，熱度就是錢。夜晚越罵我，我越要直播。姐妹們，我沒想到自己掏心掏肺幫閨蜜，最後會被她反咬一口。有些人就是這樣，男人不要她，她就把錯推給閨蜜。你拿她婚禮賣課是真的吧？你讓她婚禮當天加價也是真的吧？你少裝受害者。我承認，我說過一些比較激進的話，可我初衷是保護她。女人不狠，真的會被欺負。夜晚發新證據了，宋茜讓夜晚把彩禮投工作室，這不就是騙錢嗎？他怎麼連這個都留了？我承認，婚禮當天逼秦月簽協議是我自己的選擇，但宋茜在這個過程中持續誘導我把婚姻當成拿錢拿房拿控制權的工具。她還多次要求我婚後把彩禮婚房增值收益投入她的女性成長工作室。宋茜，你這不是幫我。這哪裡是閨蜜，這是盯上她彩禮了，怪不得一直勸她加價，把別人婚姻毀了，再騙別人投錢。夜晚有錯，但宋茜更惡心。至少真相開始露出來了。宋茜工作室涉嫌虛假宣傳和誘導轉賬，我們會同步提交相關材料。秦總說，你保護好自己，不要單獨見面。這不是復合的信號，只是他最後的體面。完了，匯款已經超過500單了，平台要凍結賬戶。你那個姐妹互助基金也被扒出來了。誰扒的？你還問誰？夜晚把你聊天記錄全發了，還有幾個老學員也跳出來說你教他們婚前逼男方轉賬，最後婚沒了，錢也沒追回來。他們自己蠢，怪我？我只是給建議，絕對不是他们自己做的嗎？那你課程裡寫照做7天讓男人跪求復合怎麼說？你收人家999一套話術包，裡面全是讓人剪輯爭吵、煽動親友婚禮當天逼宮，這叫建議。現在說這些有什麼用？想辦法把夜晚壓下去。怎麼壓？發大黑料。他不是承認自己貪嗎？那就讓網友記住，他才是婚禮當天真正開口的。我最多是勸，他才是做。可是這樣，您不就坐實誘導了嗎？閉嘴！我要活下來，他就必須一起爛。
你来干什么？把长文删了，公开说你误会我，说我是为你好。不可能，夜晚，你别忘了，婚禮當天那些話是你自己說的。你現在把我拖下水，以為秦月就會回頭？他不會，你毀了我，也換不回他。我知道換不回，我也不是為了換回他，我是為了不讓你繼續害人。害人？我害你什麼了？你自己不談，會拿那份協議，你自己不想要房子，會逼秦月簽字。夜晚，你別裝清醒，你跟我一樣爛。我有錯我認，你有錯你也得認。好，你要把我送上熱搜，那我就讓你這輩子都背着拜金推婚女的標籤。秦總，我們查到宋茜不止一次用類似手段，她的課程體系分3步：第一，製造不安全感；第二，教女生在關鍵節點逼男方表態；第三，一旦矛盾爆發，就開直播賣慘，引流賣課。目前至少有7名女性學員因為聽從她的課程建議和伴侶產生嚴重衝突，其中3對已經分手，2對婚約取消，還有1位被教騷偽造聊天記錄，向男方索要所謂青春損失費。秦總，這已經不只是您和葉小姐的事了。從他開直播把我母親和公司拖進去的那一刻，就不是私事了。他靠製造對立賺錢，毀一對賣一顆，這種東西不能只靠罵，得讓證據說話。婚前拿捏男人7日訓練營，讓他心甘情願交工資卡，婚禮當天最後談判書。婚姻不是戰場，他卻把每個真心想結婚的人都交成了敵人。你也是宋茜課程的學員，我和男朋友談了5年，本來我們準備結婚，後來我刷到宋茜的視頻，她說男人婚前不賣房不轉賬就是不夠愛。他還說，男人不被逼一次就不會珍惜女人。我聽他的話，逼我男朋友把他父母給他買的房子賣，說不賣就是不愛我。他說那是他爸媽一輩子的積蓄，不能這麼做。我就按課程裡的話術，說他媽寶，說他防着我，說他不配結婚。後來他真的走了。我以前以為是他不夠愛我，現在才知道，是我把他逼走了。宋茜的課不是教你獨立，是教你把愛你的人當成敵人。他還說，新女人。夜晚，你也是受害者嗎？我是被毒雞湯影響過的人，但我也傷害過別人。我不能只說自己是受害者，我會提供證據，也會承擔我自己的錯。至少你敢認，我們一起把它查清楚。宋茜工作室賬目線索，傅言，這不是為了你，是為了防止他繼續害人。我知道，課程費、直播打賞、姐妹互助基金、工作室預投資，每一筆都進了宋茜個人賬戶。12萬多！你什麼時候給他轉了這麼多錢？有些是課程，有些是他說工作室周轉。周濤問夜晚婚後能投多少，宋茜答彩禮88萬8，先讓他拿30萬。房子寫明後可以讓他抵押一部分，他好控制，哭一哭就行。你還敢來？12萬8千6，課程打賞互助基金預投資，這些錢你說過會進工作制公賬，為什麼全部進了你個人大戶？你現在還想跟我算賬？夜晚，你搞清楚，我教你東西你付費不是很正常嗎？那姐妹互助基金呢？你說是給被渣男傷害的姐妹應急，可賬目裡顯示錢被你拿去買包、投流、還網貸。是不是你把賬給他的？我不給他也會查到。宋茜，平台已經凍結賬戶了，你再不配合，大家一起玩。你婚禮當天的協議是你自己遞的，你逼秦月退婚是你自己作的，現在你來裝受害者？我不裝，我有錯我認，但你騙我的錢、騙學員的錢也得認。你能拿我怎麼樣？他好控制，哭一哭就行。等他拿到彩禮，先讓他投30萬，婚禮鬧崩也好，流量更大。宋茜女士，我們接到多名消費者投訴，涉及虛假宣傳、誘導轉賬、課程內容違規和資金流向異常，請您配合調查。你們憑什麼查我？我是情感博主，我只是提供建議，他們自己感情失敗，憑什麼怪我？如果你只是建議，就不會保證7天讓男人跪求復合；如果你只是建議，就不會教人剪輯爭吵視頻；如果你只是建議，就不會誘導我把彩禮投給你。夜晚，你毀了我，你自己蠢，你自己貪，你自己把契約做沒了，憑什麼最後我一個人背鍋？我不會讓你一個人背我的錯，我也不會再替你背你的錯。契約不會回頭的，你做這些也沒用。我知道，我不是為了讓他回頭，我是為了讓我自己別再錯下去。清醒不是拿捏別人，是看清自己。宋茜的事到這裡算你做對了。
但我们之间還沒有變。宋茜的事到這裡算你做對了，但我們之間還沒有變。秦月發來的，他是個厚道人，換成別人被你們那麼鬧，早就恨不得把你踩死了。我知道他沒有報復我，只是不要我了。婉婉，人這一輩子總會有些錯，代價很重。你現在能做的不是求他回頭，是別再錯下去，去找個工作。媽，我明天要去見宋茜，她騙我的錢，也騙了很多學員的錢，我不能只躲在後面發文章。他現在恨你，你一個人去不安全。我會帶人去，也會錄音。這一次，我不會再被他牽着走。我來要賬，我給你的12.86萬，還有你以姐妹互助基金名義收其他學員的錢，你該給大家一個交代。交代？你也配找我要交代？協議是你遞給秦月的，不簽就是不愛，也是你自己說的，神經就不少。現在秦月不要你了，你就把我推出去當罪魁禍首？我沒說自己無辜，我逼婚我認，我傷害秦月和阿姨我認，可你賣課騙錢，誘導我和其他學員制造衝突也是真的。我只是教你們爭取利益，你們自己感情失敗怪我。你課程裡寫着7天讓男人跪求復合，你私信教人剪輯吵架視頻，這些都只是建議。周濤，是不是你把賬給他的？宋茜，是你把賬做爛了，是你把夜晚當案例賣課，不是別人害你。對，我就是拿你當案例。那又怎麼樣？沒有我，你敢跟秦月談房子嗎？沒有我，你敢要彩禮嗎？沒有我，你一輩子就是被男人哄幾句就嫁過去的蠢貨。那沒有你，我至少不會在婚禮當天傷害一個真心對我的人。真心？夜晚，你到現在還信真心？秦月要是真愛你，為什麼不肯原諒你？他不過是覺得你沒價值。你錯了，他不原諒我不是因為我沒價值，是因為我越過了他的底線。人有底線不叫不愛，叫清醒。宋女士，請你冷靜。夜晚，你毀了我！你以為你認錯就能洗白？你等着，我會讓所有人知道，你才是真正的拜金女。我做錯的，我承擔；你做錯的，也別想逃。宋姐，單純罵夜晚沒用，現在網友覺得他至少敢認錯，要想把他壓下去，得讓大家覺得他又在演，那就做成他和秦月私下復合，說他表面認錯，背地裡又求秦月給錢，最好讓人覺得他發長文只是為了逼秦月回頭。秦月那邊不好惹，他功夫法務很快，不用真扯秦月，做幾張聊天截圖，頭像備註語氣像一點，再配我手裡夜晚哭的視頻，夠用了。好了，發標題就寫退婚新娘認錯是假，逼宮復合是真。這怎麼回事？假的，聊天截圖是偽造的，視頻是他之前偷拍我的。這太狠了吧！那怎麼辦？要不要跟秦月解釋？先不找他，這件事是衝我來的，我先自己處理。我能捧你，也能讓你徹底身敗名裂。媽，幫我聯繫律師，還有平台投訴通道。這次我不哭，我走證據。秦總，宋茜那邊又作妖了，這聊天截圖一看就是假的，要不要我們直接發聲明？夜晚那邊有動作嗎？有，他沒有賣慘，也沒有找您，他已經提交平台投訴，發了律師函，並且公開了完整聊天記錄。他還說偽造截圖的責任他會追到底。那我們這邊發技術比對，證明聊天截圖裡我的頭像、時間軸和通信記錄不匹配，同時對營銷號發律師函，但聲明裡不要替夜晚站台，只說事實，既幫他澄清假圖，又不釋放復合信號。對，我希望他能變好，但我不會回頭。這是污衊！我電腦裡東西那麼多，誰知道是不是別人放進去的？這幾張聊天截圖的原文件，創建時間是昨晚10點47分，創建賬號是你的工作室主賬號，同一文件夾裡還有夜晚哭泣視頻的剪輯工程。宋茜，你還要狡辯到什麼時候？周濤，你少裝好人！工作室賺錢的時候你沒分嗎？現在出事了，全推給我。我承認我貪，但偽造截圖是你讓人做的，
拿閨蜜婚禮賣課也是你的主意，你別想把所有人都拖下水，替你擋刀。你们一個個都背叛我，夜晚背叛我，你也背叛我。我教女人清醒有什麼錯？清醒不等於偽造證據，也不等於虛假宣傳和誘導消費。宋茜女士，關於多名消費者投訴你工作室虛假宣傳、誘導轉賬、偽造證據一事，請你配合進一步調查。我先說清楚，我不是群主，也不是來當受害者代表的，我只是把我掌握的證據共享出來，大家可以根據自己的情況決定要不要維權。夜晚，我以前罵過你，我覺得你婚禮當天逼人簽協議確實太過分，但現在我也想說，謝謝你把宋茜的課程後台放出來，不然我一直以為是我男朋友不夠愛我。不用謝我，我醒得太晚了，我也傷害了別人。他教我把男朋友媽媽的聊天截一半發到網上，後來男朋友一家被罵慘了。現在想想，我真的好可怕。宋茜有責任，但我們不能把所有傷害都推給他。以後維權時，證據歸證據，道歉歸道歉，別再用新的謊去遮舊的錯。還關心他？不是關心，只是看到他終於開始說人話了。其實婉婉這孩子本性不是壞頭，就是耳根子軟，又怕吃虧，被人一拱就把別人真心全當算計。你還會不會心軟？會。看到他現在這樣，我也會想起以前，但我不能因為他變好了，就回到被他傷害之前。你能這麼想，媽就放心了。原諒是一回事，還要不要繼續是另一回事。我希望他以後能過好，但不是和我一起過。宋茜工作室被平台暫停合作，多名學員已提交維權材料，宋茜本人正在被調查。這場鬧劇快結束了。婉婉，你幫我說句話，我以前幫過你那麼多次，你不能現在看着我被毀啊！宋茜，我以前就是因為總想着你幫過我，才一次次信你，可你幫我的同時，也一直在利用我。你說我是閨蜜，可閨蜜不會偷拍我崩潰的視頻賣課，不會逼我婚禮當天加條件，更不會盯着我的彩禮和婚房收益。我錯了，我真的錯了，我就是太想把工作室做起来，我不是故意害你的。你是覺得我就算被害了，也還能給你帶流量？他也這麼對我，每次都說為我好，最後都是讓我買課，出事了就讓我繼續直播賣慘。我只是叫你們別被男人欺負，這有什麼錯啊？錯在你把所有男人都當敵人，也把所有女人都當你的生意。夜晚，你有什麼資格站在這裡說我？你不也貪嗎？你不也逼秦月簽協議嗎？你不也想要房子和彩禮嗎？是，所以我認了，我公開道歉了，我會還該還的錢，我也接受秦月不回頭。可你呢？你到現在還在說自己沒錯。我以前最怕輸，怕輸給秦月，怕輸給國家，怕輸給別人眼光，所以我聽你的話。可現在我明白了，婚姻不是比賽，愛也不是誰贏誰輸。宋茜，你教我清醒，可你從來沒告訴我，真正的清醒是知道自己錯了，也敢承擔。夜晚，秦月不會回頭，你做這些也沒用。我知道，我不是為了讓他回頭，我是為了讓我以後能抬頭做人。葉母手術費，秦月自願墊付，待協商。葉弟借款5萬元，需償還。失業期間房租部分償還。婚禮費用秦月承擔，不再爭議。宋茜相關損失另案維權。因為一算就會發現秦月不是不給我保障，是給的太多，多到我習慣了。宋茜的事辛苦了，後續法務會協助受害學員提交材料。你和我之間的賬明天10點到公司談。宋茜的事辛苦了，後續法務會協助受害學員提交材料。你和我之间的賬明天10點到公司談。曾經他最想和秦月談房子、彩禮、工資卡，現在他終於要和他坐下來，把分開的賬談清楚。好，我不會再逃避，不屬於我的我會還。自己要面對的不是宋茜的崩塌，而是親手收拾自己造成的殘局。這3年的賬今天算清楚，婚禮費用我承擔，禮金已經原路退還，婚房屬於我個人購買，後續與你無關。你弟弟那5萬周轉款是明確借款，需要歸還。你失業期間的房租和社保我不追，你母親手術費我也不追。為什麼？那18萬也是你出的？那筆錢是我自願幫阿姨墊的，當時我沒想讓你還，
現在也不想拿他逼你愧疚。秦月，你别这样，你越这样，我越觉得自己不是人。那就记住这个感觉，以后別再把別人真心當理所當然。這個還給你，我沒有資格再談。秦月，我今天來不是為了求你復合，至少我努力不讓自己這麼想。我只是想正式跟你說一句，對不起，對不起，我在婚禮當天逼你簽協議，對不起，我讓阿姨在那麼多人面前難堪，對不起，我默認宋茜開直播，把你和你家人推到輿論裡，對不起，我把你3年的好全部當成了可以繼續索取的理由。我以前總說自己沒安全感，可我現在才明白，是我自己沒有判斷力。宋茜給我灌毒泥湯，我喝了，她讓我試探你，我試了，她讓我拿捏你，我也真的想贏，我不是完全被害者，我有錯。你能認到這裡，說明你真的開始想了。那你能不能再給我一次機會？不能，一點可能都沒有。沒有。可是我已經知道錯了，我也公開道歉了，宋茜的事情我也站出來了，我真的在改。你改是你應該做的，不是我必須回頭的理由。我曾經給過你很多次機會，你第一次聽宋茜說男人要拿捏的時候，可以來問我；你拿到那份協議的時候，可以拒絕；你在後台看見我媽為難的時候，可以阻止；我在婚禮現場問你要不要收回協議，婚禮繼續，那是最後一次機會。我當時太蠢了。是，可我不能因為你現在變聰明了，就忘記那天我媽被羞辱，忘記我在所有親友面前被逼簽字，忘記你看向宋茜時已經放棄了我。我不是故意等你的，我只是不知道該去哪兒。回家吧。你還關心我？這不是關心，是體面收尾。秦月，你是不是已經一點都不愛我了？愛過，所以才會痛。但愛不能讓我再回到那場婚禮之前。至少這件事，我沒有再錯下去。5萬元借款，分10期償還，不再打擾秦月。宋茜平台賬號被封了，謝謝你提供證據。秦月不在。阿姨，我不是來找她的，我是來跟您道歉的。還有這個，那天婚禮上我讓您很難堪，宋茜說婆婆都想拿捏兒媳，我就信了。可後來我才知道，您和秦月一直替我想的很多，我錯得很離譜。進來吧，別站門口哭，鄰居看見還以為我們又欺負你。這些錢你真要還，該還的要還，不該讓我用感情2個字糊過去。手術費呢？如果您和秦月願意收，我也會慢慢還。如果你們不收，我會把這筆錢捐給需要手術費的人。但我不能再裝作不知道。婉婉，你以前讓我生氣，是因為你總覺得別人對你好是應該的，秦月照顧你是應該，我們家讓着你是應該，你要安全感也是應該，可婚姻裡沒有那麼多應該。我現在懂了，懂了就好，但懂了不代表還能回到從前。姑娘，人這一輩子總會喝錯幾碗湯，可你要記住，別把別人的真心拿來試毒。秦月不是不愛過你，她只是被你傷怕了。阿姨，對不起，以後我不會再來打擾秦月，也不會再打擾您。以後好好過吧，別再活在別人嘴裡，
也別再拿輸贏衡量感情。我會的，婉婉。不是所有後悔都有用，但真正知道後悔的人，至少還有机會把自己過好。謝謝阿姨。我不会再以受害者身份請求大家同情，我做錯过，傷害過真正愛我的人。宋茜的課程有問題，但我自己的貪心和沒主見也有問題。我會參與維權，也會承擔自己的債務。如果有人也正在被類似言論影響，請先停下來想一想，真正的安全感不是逼別人一次次證明愛，是自己有判斷力，也尊重別人的付出。明天我會把伞還給秦月公司前台，不是為了制造偶遇，只是歸還不屬於自己的東西。秦總，經歷這場退婚風波後，您還相信婚姻嗎？秦總，最近您的退婚風波引發很多討論，有人說經歷這種事後很難再相信婚姻，您還相信婚姻嗎？沒關係，我還相信婚姻，但我不相信試探出來的感情。好的關係不是一方拿捏另一方，也不是誰在婚前贏了誰，誰在婚後壓住誰。如果一段關係從一開始就想着怎麼贏對方，那他從一開始就輸了。那您會害怕重新開始嗎？會，但害怕不代表拒絕。以後我會更慢一點，更謹慎一點。看一個人，不只看他怎麼對我，也看他怎麼對我的家人，怎麼對陌生人，怎麼對規則和底線。我還相信婚姻，但不相信試探出來的感情。這樣就好，你沒有因為我變成不相信愛的人。這是我該承擔的責任。你還年輕，還有機會。這是秦總那天借我的傘，麻煩你幫我轉交，謝謝。好的，葉小姐。傘我還回來了，第一期還款也轉了，以後我不會再來打擾你。好。發布會我看了，你還相信婚姻，這很好。秦月，祝你以後遇到一個真正尊重你的人，也祝你以後能自己判斷。我會努力。媽不逼你，但這個姑娘人不錯，要不要見見？媽不逼你，就是覺得這個姑娘人不錯。她叫許之意，是你王阿姨介紹的，大學老師，家裡普通，但人穩當。我知道你現在不想談這些，可你不能因為夜晚就把自己關起來。她錯了，你受傷了，但你總不能拿別人的錯懲罰自己一輩子。媽，我不是不相信婚姻，發布會上我說過，我還相信。只是我現在確實不想太快開始。那就不快，見一面喝杯咖啡，不合適就算。媽不是讓你馬上結婚，媽只是想讓你知道，世上不是所有姑娘都像夜晚，也不是所有關係都要靠試探和拿捏。好，見一面。你放心，媽不催，你只當認識個新朋友。秦先生。许小姐，抱歉讓你久等。沒有，我提前到了，我不太喜歡遲到，所以習慣早到10分鐘。秦先生，我來之前聽王阿姨說了一些你的事，也在網上看過一點，如果你介意，我可以不提。沒關係，那件事已經過去了。我只是想說，我不太認同那種婚前必須考驗男人的說法。婚姻確實需要談錢、談房子、談父母、談邊界，但這些應該在平等、清醒的狀態下談，不該拿羞辱和逼迫當籌碼。許小姐很直接。相親本來就是了解彼此，我不想裝成完美的人，我也不希望對方裝。如果以後真要進入關係，尊重比贏重要。這句話我很認同。夜晚，我來附近面試，
不是跟蹤你。我知道。这位是许之意，朋友介绍来认识的。挺好的，他看起来很好。你好。你好。我先走了，祝你们聊得开心。宋倩女士，你的账号倩姐教你拿捏男人存在严重违规，包括虚假宣传、诱导消费、煽动情感冲突、剪辑他人隱私視頻獲利。平台決定永久封禁你的主賬號及關聯賬號。永久封禁？你們憑什麼？我有幾十萬粉絲，我只是做情感內容。情感內容不等於教騷他人製造糾紛，也不等於偽造聊天記錄，更不等於誘導學員轉賬到個人賬戶。那些人都是自願買課的，我沒有逼他們。你在課程裡承諾7天讓男人跪求復合，你在私信裡明確要求學員婚禮當天逼簽，剪掉對自己不利片段，讓親友一起施壓，這不是普通建議。那夜晚呢？他自己做錯的，憑什麼只查我？夜晚已經公開承認自己的責任，現在問的是你的責任。我以前以為宋倩在幫我清醒，後來才發現，她只是不斷告訴我你會吃虧，男人都會騙你。她讓我把男朋友當敵人，最後婚沒了，錢也沒了，她還讓我繼續買課。那你現在最想對其他人說什麼？別把恐懼當清醒，也別把控制當獨立。如果對方真的傷害你，當然要離開。可如果對方只是愛你，你卻天天試探他，那傷害別人的人就是你。他讓我偽造聊天記錄，他讓我把爭吵視頻剪一半發出去，他說不鬧大就拿不到賠償。平台封禁宋倩賬號了，退款申請受理了，他工作室也被查了。夜晚，謝謝你。不用謝我，我不是英雄，我只是醒得晚的人。大家能追回損失最好。如果曾經也傷害過別人，記得去道歉。我明天想去找前男友道歉，不求復合，只想承認我錯了。夜晚，你毀了我，你滿意了嗎？宋倩，毀掉你的不是我，是你自己做過的事。你毀了我！夜晚，你還有臉來？我把你當閨蜜，你卻把我送到這裡。我是來提交證據的，不是來看你笑。證據？你以為你現在裝正義就能洗白自己？婚禮當天逼秦月簽協議的是你，說不簽就是不愛的是你，默認直播賣慘的也是你。夜晚，你跟我一樣爛。是，我做錯的，我認，所以我公開道歉了，我在還錢，我也接受秦月不回頭。可你到現在還在說自己是為別人好。宋倩，毀掉你的不是我，是你自己。你閉嘴！如果我不是你反水，我還是幾十萬粉絲的大博主，我能賺錢，能開工作室，能讓那些女人不被男人騙。你不是怕他們被騙，你是怕他們不交錢。你們都來審判我，你們一個個感情失敗怪我。我只是告訴你們，女人不能吃虧，這有錯嗎？女人不能吃虧，不等於讓我們去傷害愛我們的人。你說我男朋友不賣房就是不愛我，可那房子是他父母半輩子的積蓄。我當時照你說的罵他媽寶，逼他表態。後來他走了，我失去他也傷害了他家人。宋倩，我有錯，你也有。你讓我
剪辑视频发網上，你说不闹大拿不到賠償，你说男人都欠女人的。你们都疯了！你们被男人洗脑了！不是所有反省都是被洗脑，有些时候是终于长腦子了。宋女士，请配合調查。你等着，秦月不會要你，你最後什麼都沒有。至少我不會再靠毀別人賺錢。今天宋茜說我最後什麼都沒有，其實不是，我還有重新開始的機會。這次我不靠婚姻，不靠閨蜜，不靠別人的心軟，我靠自己。雙方確認，婚禮取消後，禮金已全部退還，婚慶費用由秦先生承擔。婚房不存在共同產權，葉婉女士確認分期償還5萬元借款，其餘自願贈與部分，秦先生不再追究。如果沒有異議，請雙方簽字。秦先生，合作愉快。謝謝你沒有追那些錢，我知道你不是欠我的，是你不想把過去弄得更難看。你能明白就好。秦月，我能問你最後一個問題嗎？問吧。如果沒有宋茜，我們會不會結婚？會不會過得很好？也許會，也許不會。宋茜只是把你的恐懼放大了，可你心裡本來就有不信任。她說房子不寫你就是防你，你信了。她說我媽會拿捏你，你信了。她說婚禮當天逼我不敢不簽，你也信了。葉婉，問題不是只有她，問題是你從來沒真正相信過我。我明白了。所以別總想如果沒有他，你真正要想的是，以後再有人對你說這些話，你會不會先自己判斷？我會，這次真的會。那就好。你以後會幸福的。你也是。秦月，以後我不會再來找你了，還款會按時打到指定賬戶。如果維權那邊需要你公司提供材料，也走法務流程，我不會再越界。好。還有，傘我還了，戒指也還了，但有些東西還不了，比如你曾經對我的好，我會記着，不是為了糾纏，是提醒自己，以後別再傷害真心對我的人。你比婚禮那天清醒多了。可惜太晚了。秦總，下午和許小姐還有約。走吧。秦總已確認，您的第一期還款到賬，體面收尾。葉小姐，你之前做過行政，也做過短視頻運營輔助，不過你有一段空窗期，方便說說原因嗎？方便。我之前因為個人感情和判斷失誤，捲入過一些輿論。那段時間，我沒有處理好自己的生活。現在事情已經結束，我想重新開始。
你倒是坦誠。以前我总想把自己说得更体面一点，后来发现逃避只会让事情更难看。我做錯过事，也承担了結果。如果贵公司介意，我理解。运营助理岗位很基礎，工資不高，事情也雜，你能接受？能。我現在不怕從低處開始，怕的是再靠別人給自己鋪路。好，下周一來試崗。謝謝。媽，面試通過了。真通過了。是崗，不一定能留下，但至少有機会。有機會就好。媽不求你掙大錢，只求你以後別再聽別人幾句話，就把自己的人生交出去。不會了。媽，我以後每個月工資下來，先還該還的錢，剩下的再生活。宋茜那邊能追回多少算多少，追不回來也是我該受的教訓。你能這麼想，媽就放心了。體面收尾。以前我以為體面是別人給的，現在才知道是自己一點點掙回來的。秦總，葉小姐第一期還款已經到賬，備註寫的是按計劃償還，按流程入賬。她最近好像去找工作了，聽說從運營助理做起。挺好，您不說點什麼？說什麼？她重新開始是她自己的事，我不該再成為她努力的理由，也不該成為她停下來的借口。回復備註那裡加一句話。加什麼？體面收尾。体面收尾。你這麼公開認錯，是不是為了逼秦月復合？他裝清醒吧？他想洗白而已。至少他敢承認。大家好，我是夜晚。這應該是我最後一次公開說這件事。我公開道歉，不是為了逼秦月復合。事實上，我們已經正式解除婚約，他不會回頭，我也不會再打擾他。這件事裡，宋茜誘導我、利用我，拿我的婚禮賣課，他有責任，但我自己也有責任。協議是我遞的，話是我說的，婚禮現場傷害秦月和秦母的人也是我。我以前總說自己想要安全感，可我理解錯了。真正的安全感不是把房本寫成自己的名字，不是逼對方交工資卡，更不是在最重要的場合讓愛你的人当众低頭。真正的安全感是自己有判斷力，有底線，也有承擔後果的能力。秦總，他發了最後說明。我不會再用我是被閨蜜騙了來逃避，也不會用我後悔了來要求任何人回到過去。秦月不欠我，秦母不欠我，我欠他們一句遲來的道歉，也欠自己一次重新做人。他確實變了不少，是變了。那您變好，不等於復合。他現在能說出這些是好事，但我和他的故事已經結束了。明天見。
你就是网上那个夜晚吧？不好意思，我不是那个意思。没事儿，是我。你那个视頻我看了，說實話，之前我挺討厭你的，但你能承認自己錯，也挺難得。不值得誇，我只是太晚才承認。那就從這堆資料開始重新做人吧。今天下班前整理完，挺難的。好。现在很多內容把親密關係包裝成博弈，教人怎麼贏、怎麼拿捏、怎麼讓對方低頭。可如果一段關係從開始就只想着控制，那它不會讓任何人幸福。秦先生，作為親身經歷過輿論風波的人，您怎麼看安全感這個詞？安全感當然重要，錢、房子、父母邊界、婚後責任，這些都應該談，但談不等於逼，保障不等於羞辱。如果有人告訴你，愛一個人就必須讓對方輸，那不是清醒，是危險。真正健康的關係，是雙方都能說出自己的需求，也能聽見對方的底線。不是誰聲音大，誰就更委屈；不是誰哭得多，誰就更有理。夜晚，你看了嗎？秦月今天參加講座了，評論區又有人問你們會不會復合。我是不是不該提？沒事，我已經習慣了。真發啊，這樣一點後路都沒有了。後路早就沒有了，我只是以前不肯承認。今天你的回答很真誠。經歷過，才知道這些話有多重。我剛才刷到夜晚的回復，他說不會復合。他能這麼說，說明他真的在往前走，你也該往前走。許小姐，你不介意我有這樣一段過去？誰沒有過去？我介意的不是一個人受過傷，我介意的是他明明受過傷，卻把後來的每個人都當成傷害他的人。當然，我也不急，你可以慢慢來。關係不是考試，不需要今天交卷。謝謝。不用了，真正的祝福不一定要打擾他。不忘記，但不糾纏。怎麼了？沒事，就是看見秦月了，她和許小姐在一起，難受吧？難受。可我沒有上去，
沒有發消息，也沒有想讓他看見我難受。這就對了，放手不是不疼，是疼也不去傷害別人。媽，我以前真的太遲了，現在他往前走了，我也該走了。慢慢走，別急，這次靠自己的腳。今天看見他往前走了，我很疼，但我沒有攔，這是我遲來的成長。夜晚，線下分享會邀請你參加，主題是毒雞湯不是獨立。線下分享會邀請，主題毒雞湯不是獨立，嘉賓建議夜晚。你要去嗎？我不知道，我怕別人覺得我沒資格講這些，畢竟我也傷害過別人。可正因為你錯過，才知道錯在哪兒。那些沒犯錯的人講的是道理，你講的是代價。我去，但我不會把自己說成受害者，我只講我怎麼錯的。夜晚，你好。你好，我刚下班路過。工作還順利嗎？挺好的，很基礎，但我能學到東西。你們忙吧，我先走了。保重。你也是。我曾經把清醒誤解成不能吃虧，我曾經把安全感誤解成必須拿到對方更多東西。我曾經聽信閨蜜的話，在婚禮當天逼一個真心愛過我的人低頭。我以為自己在保護自己，其實我是在傷害別人。我不求秦月回頭，我也不會再把自己的成長變成打擾他的理由。他往前走了，我也該往前走。夜晚，你自己婚禮當天逼婚失敗，現在憑什麼來講獨立？毒雞湯不是獨立。你說宋茜有錯，那你呢？婚禮當天逼男方簽協議的人不是你嗎？你現在講這些，是不是想洗白？你說的對，婚禮當天逼秦月簽協議的人是我，傷害秦母的人也是我。我今天站在這裡，不是洗白，我是告訴大家，我錯過，而且付出了代價。宋茜給我遞了毒雞湯，但喝下去的人是我，所以我不只維權，也還錢，不知揭露他，也向我傷害過的人道歉。如果一個人只會說自己被害，卻不承認自己傷害過別人，那不叫清醒，那只是換一種方式逃避。我也是宋茜的學員，我逼男朋友賣房，罵他媽寶，最後他走了。我以前也只怪宋茜，後來才知道我自己也傷了人。獨立不是拿捏別人，清醒不是傷害真心，安全感不是逼對方一次次證明愛。錢要談，房子要談，父母邊界也要談，但這些都應該提前談，平等談，清醒談，不能在婚禮當天當眾把對方架起來逼，不能把对方父母的體面踩在腳下，再說自己只是要安全感。真正的獨立是你能養活自己，也能自己判斷。別人告訴你男人都不可靠，你不會立刻把愛你的人當敵人。別人告訴你不拿捏就會輸，你不會把婚姻變成戰場。別人告訴你哭得慘就有理，你還能問自己一句，我有沒有傷害別人？我最對不起的不是自己被退婚，是秦月給過我最後一次機會，我卻看向了別人。
那一刻，我弄丟了他。他现在是真的懂了。心疼吗？心疼，但不是想回头的那种心疼，是看到一个人終於從泥裡爬出來，覺得他不該再掉回去。這樣也好，他醒了，你也放下了。今天的分享會我也看了，他講得很真實，願意承認自己錯的人很少。是，人能往前走就好。你現在最遺憾的是什麼？你現在最遺憾的是什麼？是秦月不回頭嗎？不是，我最遺憾的不是他不要我了，是他要我的時候，我不懂珍惜。是我把他的愛一次次拿去試毒，最後試到他再也不敢愛我。所以我最想告訴大家的是，如果你身邊有人真心對你好，別把他的退讓當軟弱，別把他的體面當理所當然，更別聽別人幾句話就把他推到你的對立面。你滿意了？我賬號沒了，工作室沒了，錢也被凍結了。夜晚，你真狠。我不滿意，因為很多人已經被你害過了，有些感情回不來，有些傷害補不了，錢能退，人的信任退不回去。你少裝，你不也是靠我才敢談條件？現在你裝清醒，秦月也不會回頭。我知道，他不回頭是我該受的結果，但你被查也是你該受的結果。你毀了我，你毀的是你自己。還有，別再說自己教女人獨立，你教的是恐懼、控制和消費。真正獨立的人不靠毀掉別人來證明自己清醒。5萬元借款已經還了一大半，每一筆都很小，但都是靠自己掙來的。秦月，祝你幸福。秦總，是夜晚借來的，沒有備註。過去很好，錯的是我後來沒珍惜。秦月，我已經還清最後一筆錢，這封信不是求復合，也不是要你原諒，我只是想告訴你，我現在過得還可以，我轉正了，也能養活自己了，不再聽別人教我怎麼贏一段感情，也不再把安全感寄託在別人必須給我什麼上。謝謝你當初退婚，那時我恨你，覺得你太狠，後來才明白，如果你沒有退，我可能永遠不會醒。你救回了你自己，也讓我終於看清我自己。願你幸福，我也會好好生活。秦總，要回復嗎？不用，他已經不需要我的回復了。夜晚，下午分享會你還上台嗎？上。這次講職場新人怎麼避坑，不講感情。你現在越來越穩了，摔得夠疼，自然就穩了。祝你幸福。你說什麼？沒什麼，走吧，別遲到。之意啊，別忙了，吃水果。謝謝阿姨。我退婚不是為了懲罰他，是為了救回我自己。後來他哭不是因為我狠，是因為他終於明白，有些真心一旦被傷透就不會再回頭。
我曾經信過一碗毒雞湯，也親手弄丟過一個很好的人。後來我才知道，清醒不是拿捏別人，真正的清醒是敢承認自己錯了，也敢一個人重新開始。